就是你努力的话，老天爷都会额外的去奖赏你嘛。不管你做的好还是不好，你去做了，就已经超越99%的人了。对，所以我们就现在言归正传，就这一期呢，就想邀请来凯文嘛，我们来聊杨定一博士讲的怎么样来通过入世出世的修行来提升自己，怎么样来断掉我们世俗的一切的烦恼。嗯，特别好这个主题，就断掉烦恼，我觉得是很实用的，很实际的。那就是说，你有没有关于杨定一博士的一些这些理论呐、他的这些想法上的，你有没有一些困惑，或者说想提问的问题呢？就是我看到了，就是目前嘛，杨定一博士有四大主题，它是对嗯 YouTube 上的观众带来非常多的帮助的。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怎么样处理这个情绪的创伤嘛，活在嗯当下，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臣服与参的具体修行方法。参的话就是怎么样参透自己，我究竟是谁，嗯。然后呢，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整合努力与精进，还有轻松自在的这个修行观。因为嗯就是前面说到了，就是我们之所以要自律啊、修行，那是初级阶段的。到了高级阶段的话，就会像孔子所说的，就是随心所欲，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对。然后第四点的话呢，就是杨定一博士他有一个对于知识、科学与灵性的独特的解读啊。我就在想，就是这四点上头，Kevin，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那种就比较实用的一些法门，然后呢，或者说以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那种生活观、世界观来分享给我们？嗯，就是我看杨定一博士他的这些主要的一些方向，其实都是属于修行类的嘛，就是让我们的灵性可以去提升，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精神的状态啊，我们的感受啊变得更好，然后更加的这种有定力，或者说让我们经常处于一种不焦虑的，比较这种安宁的这种状态。就是还是一个偏向于这种佛学佛教的这种修行的心法，所以我觉得就是无论我们因为四种方式嘛，这四种这个主要方向，无论我们喜欢或者说更擅长用哪一种方式，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一样好的，都是平等的。所以说，可能每个人他的选择或者说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更喜欢去修这种沉浮啊，或者说对于灵性的这种更多的一些特殊体验，比如说心流啊，比如说静坐打坐呀，这种也是类似于佛教对吧？坐禅呐、这些方式只要是自己有很好的体验的，或者说觉得很舒服的，我觉得都是可行的，都是有好处的。然后呢，那他的这种四种修行方式，那你更想或者说更想探讨哪一种呢？就比如说上次提到的活在当下吧。嗯嗯，活在当下，当下其实就是真相嘛，就是我们在当下当中，其实是类似于有点无念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在完全的当下当中，其实很难去很有逻辑的去思考，或者说有很活跃的这种思维活动，它更倾向于感受，而不是呃思维。因为思维我们之前就是讲，更多的像是一个大脑的头脑的牢笼一样，它在用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有逻辑的这种思想有因果的这种思想，它在套牢我们整个的这种注意力、专注力。其实活在当下就是一种解放你的头脑，让你的头脑或者说让你的注意力从思维的逻辑性当中解脱出来，去直接的去感知这每一个当下的瞬间。我之前说的那个瞬间，就类似于一种不停的在刷新的感觉。
就是不停的在刷新，以至于任何的东西无法去停留在它这个表面，在这个当下当中，只要有一刻的停留，它都不是在这个当下了。所以它会有一种定的感觉，就是修定嘛，佛教讲修定，就整个人是已经定住了。就像说大脑已经彻底空掉了，然后你已经没有那种思维性的一种存在的感觉，你是直接的与这个此时此刻所有的这个存在处于同一个不叫时间点吧，应该是叫同一个刷新率当中，这种感觉，这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一些词儿哈，就假设这个宇宙的实相它是不停在刷新的，然后它的刷新率是多少呢？它不是60赫兹，它也不是120赫兹，它是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一个赫兹啊，一个就是可能是一个无限大的一个数值吧啊，反正它就是不停的在刷新。然后当我们完全的去活在当下，完全的定住的那一刻，完全的无念无思维的时候，我们与这个宇宙的或者说实相的这个刷新达到了真正的同频。也就是说，它真相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我们就以什么样的方式，类似的方式同时存在着，就是那种不停的刷新，频率高到你无法理解的程度。那么这一刻，你才叫做真正的活在当下。就它的标准可能会比较高一些。那你之前是否？说到了停留嘛？那嗯，什么样才是停留啊？停留，你指的是什么？就是我说就是说的是任何任何一刻，思维都无法那个停留沾染吗？还是说你整个的注意力是停留在此时此刻？你说到了任何一刻的停留都不算是活在当下。哦，那就是思维嘛。就是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停留吧。就是只要你一停的话，你一停留的话，你其实就是在卡在了某一个思维的这种惯性当中，或者说某一个思路当中。嗯，说白了，你就是在分析。你不停，你如何分析？我给你举个例子，就之前格瑞雷纳他说过，他说听音乐，他说他因为是个乐手嘛，他就不停的在分析这些音乐的走向啊、和弦呐、一些手法呀之类的，因为他是专业人士嘛。然后他说，后来我就发现了我自己怎么在不停的分析这些东西，而不是在享受，再去真正的去聆听这个音乐，在享受这个音乐，活在当下。所以他那一刻他就放下了所有的分析，所有的评判，所有的停留。其实你在思考的时候，你就是在停留，因为你不停留，你是没有办法思考的。它就每一刻，它就开始保持刷新，保持刷新，跟那个音乐的震动那个频率开始一样的去同时的存在着。那么就相当于音乐是在流经它的觉知，流经它，穿过它的感觉。那么那一刻，它是真正的开始在享受音乐、聆听音乐的感觉了。就是换句话说，因为我那天在做处理音频的时候啊，处理一些歌曲的时候，我在发现那个波形啊，其实就非常类似于，就是音频文件的波形，就非常类似于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考，每一个思考都像是一个波形一样，有理有据，可以转换成文字一样的，对吧？可以去有前后的这样，对吧？哪个字在前，哪个字在后，波形也是一样，有前有后。这个声音是如何构成的，对吧？有强有弱。然后我就在想，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的灵性是什么呢？是为什么叫当下呢？觉知呢？我就在想啊，我们可能就是那个在读取它的那根针，就是嗯在音乐软件上是一个竖条嘛，嗯你放的时候它就在往前走，对不对？或者你也可以理解成波形在走，然后这个条是没有动的，有一根针。那这个针也可以理解成是我们唱片机上的那个读取的那个针，读取唱片上那个文件的那个信息的那根针。这根针它是永远不变不动的，
那么实际上是信息在流经它，然后它在不停的读取。但是你说它读取，它有停留吗？这个信息？没有，信息一直是在流动的，就像河流一样。但是对呀，那个真的话，它反而是才是那个永久的。永恒的。对呀，对对，它是永恒不变的。也就是说，你看我们这样去，深刻的去分析，就为什么我们的灵性就是一种当下，此时此刻。你看，我们一生看过1万部电影，我们读过100本小说，我们听过无数的音乐，经历过无数个人生的剧情，经历过，对吧？多少个小时，多少分钟？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心，我们的这个觉知体，我们的这个当下。它其实从来没有变过，嗯因为它也没有办法变。不能说因为你看了100部电影，你就变成电影了；你听过多少的音乐，你就被，对吧？音乐给污染了。你的这根针是永远就唱片机上这根读取的信息的针，它是永远不可以发生变化的。嗯我以前问过，就是长辈吧，我说你看你从3、4、5岁那么小的年龄，然后长到现在几十岁，一脸的皱纹，一头的白发之类的，我说你觉得你的心老了吗？或者说你的心跟小时候有区别吗？然后他就说，他很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他说我觉得心没老，就只是身体变老了。他觉得他的那根觉察世界万物、感受世界万物的心，跟小的时候是一样的，透嗯明的、纯真的、活跃的。我自己的原创观点就是不停的在刷新的，他的刷新频率并没有降低，就嗯他的感知能力实际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他只是身体的外表老了而已，他的心是没有变过的。那么如果说心不会变的话，那么这不就是佛学说的，就只有心嘛？三界只有心啊，三界唯心。唯心不就变。对，就你的心永远是不会变。那就是说，无论你是哎呀恶鬼、畜生，还是人，还是天人，你是玉皇大帝，你还是什么观音菩萨，对不对？那你什么没有变？外表都在变化。那我们这个到底我们是什么呀？我们其实就是那颗心呐、心其实就是指的这个灵性的一个功能。你也可以说心是灵性，这样去理解也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比较粗糙一些。嗯他们都是一样的东西，都是那个接近永恒的那个东西。有的叫临在也没有问题，就临时的临，存在的在叫临在，对吧？就是当下的力量那本书会把这个叫做临在他说当下就是一种临在，它让你保持临在，是一种很高能的状态，高频的状态。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只有在这种保持临在、保持当下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接近于理解实相的世界是什么样，或者说真相的世界、真理的世界、涅槃的世界、天国天堂都可以。它是一种没有过去和未来的一种不停的在刷新的状态。每一刻对他来讲都是全新的，因为我看那个奇迹课程里面，上师会有那种比较详细的描述，说我们为什么现在是处于比较疯狂的状态，因为我们现在拿过去当事实当真相把未来也看的是很真实的，我们把过去、未来、现在全部当真，搞得我们就很乱。就相当于你有3个手表显示的都是不同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你都当成是正确的时间，那你整个人就疯了。对于你来说就没有真实的东西了，没有什么是真的了。那你说过去是真的，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论述
过去、现在和未来，对吧？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这个东西，哎，你说你怎么看待过去的？你觉得过去是什么？哎，我有时候去剪辑影片的时候，去看我过去录的那些街景嘛，那些人，然后他们都变成了投影，然后仿佛就像嗯是一场梦一样。嗯，如果你再回到那条街道那个建筑物旁边的，然后早就已经是物是人非，对吧？是的，那些街上的那些行人早就已经不是同一批人了。我觉得对，其实实际上它也许是有两个过去，第一种的话是活在所有人心里面，它一个集体投射的过去，然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客观存在的那个真实的过去，但是也许可能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绝对客观存在的真实的过去，所有的都就是你，是人家我懂，记忆中的过去，而人的记忆对，的话，其实它是会慢慢的。嗯重新的塑造与改变的。就比如说疫对，情刚刚过去，没有人能够真的说清楚这个疫情就是具体客观发生了嗯，什么，对吧？连哎，那么感受是不一近的，样的，对，那对么近的过去都感受不一样，何况是10年、对，20年、80年代？1000年，对。对啊，对啊，对，也就是说你对过去的一个更接近的理解是，它其实跟我们晚上睡觉那个梦境是非常接近的。就是从第一个论述点，就是从记忆的角度来说啊，第二个论述点，如果说就单纯是记忆的话，其实它跟梦是没有本质上区别的，因为梦也是一段记忆。对对，我们的昨天，身体的这个生活，这些场景，其实它也是一个记忆啊。然后你包括你第一点说的是，那昨天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啊，那些人事物，对吧？那些东西，那些因果。但是现在就是说，耶稣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昨天是一个事实，或者说昨天是真实的存在的这件事情，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嗯就他讲的比较不客气，他说这个其实是很疯狂的，因为你只能证明昨天好像是存在过，就用我们唯物的这些方法，对吧？你看，比如说我这张桌子昨天在这儿，今天也在这儿，我们可以去证明昨天和今天都是存在的。但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物质它是这个幻象嘛，它这个幻觉系统，它是有很强的迷惑性的。就他没有否认我们的物质世界是相对比较牢靠的啊，他也在说，对吧？他没有说你这个石头每一秒都在变形，对不对？那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也会觉得这个世界是虚拟的，是很虚假的，因为我们的世界是这个物质看起来是非常牢靠的，非常结实的。哎，昨天和今天这张桌子其实没有发生变化，是不是这样的？嗯为什么耶稣说他这是一个幻觉呢？或者说博学说它是一个幻象呢？我们现在就来用逻辑来论述一下，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幻觉，或者说是幻象。就首先我们就来看昨天这张桌子和今天这张桌子，从分子啊，或者说从微观上来讲，它是同一张桌子吗？好像不是了。它一定是发生了非常非常，也就是杨定一博士说的那种，凡是有形有相的东西，它一定会发生变化。这个对，论述其实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只不过说，因为昨天和今天的这个时间跨度比较短，给它发生变化的这个空间吧比较小，我们会默认或者说约等于它没有变化。就包括你嗯看人，其实从一个刚刚落地的婴儿到一个90岁的老人，他也不是，对吧？几秒钟就达成的。你再拆开了，因为我这个观察是从哪里发现的？我发现月亮和太阳，包括恒星的这些运动，我们看一眼月亮或者太阳，你会默认它是静止的，是不是嗯这样？没有人说，嗯，哎，你看月亮在动，几乎没有吧？但是我但是实际上它们放，是在动。
但是它会不会动，我们都会知道。它如果不动，那这个世界天塌了，对吧？地球不自转了。对对，但是你会发现，真的很奇怪，我们对于动得很慢、变化很慢的东西，我们的认知惯性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东西不动。我们对所以你说，于动的，哦，你说。好，我最后一句就是，所以你说我们说月亮在天上没不动这句话，是不是一句幻觉？是的呀，是不是一句幻觉？事实证明它是，在动啊，而且它不仅不在动，它动的还很快呀。它一个月要动不知道多少，对吧？多少圈儿？或对啊，者你拿一对啊，个天文望远镜，你再看，它实际动的是很快的，对吧？因为放大了嘛。或对，者你看时钟上的那个时针、分针、秒针、时针，时针是不是给人感觉是静止不动的？我们很少说，哎，你看时针在转，对吧？但是事实它会不会转呢？它一定会转的，或者说它是每一秒都在转的，只不过它太微小了，这个变化我们是看不到的。如果是说对于太快的变化，人类也感知不到。就比如说这个日光嗯，灯，或者说这个台灯，对它其实也是在闪的呀。对，频闪，对，比如说屏幕的频闪，对的，你这个说的非常对。所以说，我们人其实就是生活在幻觉当中的。对于太快的这种振动频率啊，超声波或者说频闪，我们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我们就默认它没有。但事实证明，科学证明它是存在的，对吧？我们用高速摄像机，我们捕捉到啊，它是在闪动的。然后包括我们对于昨天和今天的这种时间跨度，我们认为其实没啥变化，顶多说脸上长个痘痘而已，一晚上的时间，对不对？但是如果是10年或者说50年呢？你看城市的发展，你看中国的变化，你看你的小学老师，你过10年、20年后你再回去看他，你看你的父母，你看你自己的自拍照，对吧？你的小学毕业照、你的初中毕业照和你现在的照片是同一个人吗？你再看看你刚出生的样子，对吧？包括我们最后就是说化成灰之后，我们这个人自己觉得自己很伟大，自己觉得自己存在过，但实际存在过吗？地球上好像说已经存在过多少百亿还是多少亿的千亿好像有的这种人1000亿类了左右吧，啊！我就一千零觉得这个几十亿。这个数字大到真的是有点对吧？有点恐怖。好，那你如果人类都是这个数量的话，那如果是蚂蚁呢？对吧？那就更不可想象的一个数量了。所以说，每一个生命啊，每一个个体，其实它存在的这种嗯价值也好，或者说意义也好，不是很大。我们只不过是很难以接受这种接近于不存在的这种事实，才会去放大我们自己人生的意义，我们的存在感。也就是说，是我们是戴着有色眼镜、戴着滤镜去看待自己的一生的。实际我们的一生是没有什么的。也就是说，你的昨天，或者说你的去年、你的过去，只是你自己给它定义成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你觉得这是我的成长经历，但是现在上师告诉我们，其实它是不存在的。你唯一存在的就是此时此刻的你，嗯，当下的这个你是存在的。在觉知的这个你是存在的，你昨天的那些所有的那些觉知的东西，它都已经过去了，它其实都不等到变成昨天，它等到下一0.000001秒，它就已经不存在了。其实，只不过我们用一些科学技术，可以把一些东西还原，比如说昨天我可以拍张照，我可以录个像，我可以录一段音频，我去重播它、回放它，对吧？我们为什么叫回放？这个词就特别好，为什么叫回放？嗯，因为你只有回去，你才能再经历那一刻的东西，那就证明那一刻的东西实际上已经怎么样消失了。消失了。
它是真的消失了，它不是没有消失，或者说我们觉得它消失，它就是消失了。它消失了，就相当于它没有存在过，其实是一个道理。因为如果一个东西真的存在的话，它是不会消失的。你只能把这种存在又消失、存在又消失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可以只能把它定义成一个幻觉，或者说叫梦境。这个你承认吗？或者说你能想明白吗？嗯，但是我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就嗯比如梦境里面，很多东西那可能再也回不去了。就是比如说我昨天梦到有一个，就是梦到一个怪兽吧，一个异世界，然后它嗯，跟现实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但是呢，昨天这张桌子和今天这张桌子，它至少它就是其实这个问题我呃们刚才已经解释了，就是没有一个能回得去的昨天。如果能真的回得去的话，你一定会去买彩票的。嗯，但是我就觉得你无像像法回到任何一个昨天，或者回到一个对，任何一个上一秒钟。你不是真的回到了，你只是你觉得你回到了。我刚刚讲的很清楚，如果你真的能回到昨天，你一定会去买所有的彩票，因为那他开奖的结果一定不能变，对吧？你不要告诉我回到昨天了，然后平行什么宇宙，然后什么开奖的这个顺序又变了，那这是昨天吗？昨天开出来的这个3D 应该就是540062，它一点的变化都不可以有的，这才叫真正的昨天呢，这才叫回去了呀。如果你告诉我彩票的开奖结果都变了，然后连天气啊，连什么温度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都发生变化，那你告诉我这是昨天吗？对，肯定啊，昨天或者说它嗯。只是一个类似于昨天的昨天呢？对对，昨天肯定不可能回得去的，可是我想说的是，像梦境的话，那完全就是像镜花水月一样，它是一那点就破的。可是昨天和今天的话，它虽然也会有很多变化，但是至但是少它是也有一部分东西，99.99999类似的，对啊，有是这个有很多东西，意思吗？对，有很多东西你是可以连续的嘛，而梦境的话，一醒，一睁开眼睛，那啥都没有你了。你说的非常好，所以我们说梦境是不存在的，99%的人都是能接受的。我们说世界宇宙是不存在的，大部分的人会觉得你疯了。嗯原因就在于我刚才说的那个，其实就是沥青滴落实验。啊。如果一滴就是水它需要100年才能滴下来的话，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固体，它是静止不动的。嗯，就其实所以你其实昨天，去拿着一滴沥青，你去跟别人说，我说它是液体，它一定会滴下来，它只不过速度慢了点。嗯所有人都会说你疯了，但是我们现在事实证明，你说的嗯，是真的。就像就是现实的宇宙，它其实也是在缓慢的消失之中的，只不过跟梦境是的，相比的话，它的那个时间的，它那个过程更长，时间的尺度更大。它的迷惑性更强。其嗯，实我想讲的就是，其实哎呀，你举个例子就知道了。那你说这个人他今天在，明天就不在了，那你说这个变化不大吗？大呀这栋楼今天还在，明天就化为废墟了，那这个变化不大吗？大呀，只不过这种事情不是每时每刻每天在上演而已，不对吗？嗯。不过也就是说，这个如果说这，世界是不可靠的。我们没有经嗯历那些恐怖的事情，或者说变化特别大的事情，我们会去信赖它、崇拜它。但如果你经历的全都是一些特别极端的事情，你不会再相信它了。嗯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是四肢健全的，对吧？也是哎呀，
眼睛也看得见，耳朵也听得见。那么如果说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非常无常的，就像说感冒一样，我每年都要失明3次，哎，胳膊腿都要掉4、5次，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很虚假，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这么不可靠，怎么这么瓷娃娃，一碰就碎？就是因为这个宇宙它已经尽量的在设计的相对来讲是稳定一些，或者说肉体的存在方式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比如说0到10岁的人死亡率只有可能1/1000，20到30岁只有1%的死亡率。它这种迷惑性会让我们觉得每个人都能活到80岁，活到70岁，但事实并不是如此。当然，只有你是那个倒霉的人的时候，你才会明白什么叫无常。你才会觉得什么叫亲人的骤然离世，或者说身体的这种骤然的变化吧。所以就是在《三体》里面，他有一句话嘛，他说有一道墙，向上无限高，向下无限高，向左无限远，向右无限远，它就是死亡，它是每个人都会经历与面对的，而且一旦是触到的那一座墙之后，那之前的一切，它都跟你没有关系的，而且它是永远不可逆的。对，这就是真相啊。就像浮游一样啊，他就是朝生暮死啊，然后他还觉得很有意义啊之类的，或者那种给予价值肯定的那些想法。其实人类的整个社会文明都是有迷惑性的，所以我们很难活在当下，因为社会在迷惑你，让你活在未来啊，活在期望啊、理想、梦想当中。实际这些东西都是都是不存在的。嗯。都是不存在的，只是你在这个幻觉当中、幻象当中，你觉得好像这样更好一些、更有意义一些，但是都不影响它本质上是一场幻觉。它这个幻觉是可以玩的，我只能这么去说，它是一场游戏，它不是一个刚生出来就毁灭掉的幻觉，它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幻觉，所以你可以在这中间的这段可操作的时间，你可以有各种玩法，但是不影响它还是一个游戏啊，还是一个梦境，还是一个幻觉呀，因为最终它是会消失的呀，它不是一个本质性存在的东西。只是地球、太阳系消失，还是说整个宇宙，它都是一个幻觉，它都会按照消失？现在的物理学的观点，就是整个宇宙最后会全部消融成光子，就只有光子存在。嗯。就连黑洞它都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蒸发着。我这个不可思议指的是缓慢哈。那像佛菩萨还有耶稣，他们是超越宇宙这个维度的存在吗？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